亲驾一路十字脚，接上式高探马，小度顺时针螺旋领腕，先合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右手放松沉腕，小腹上领，领左手手腕逆缠上旋，右手手腕微向里合，合右胯，身法右转，向上领两手手腕，螺旋右合，放松下落，两手手腕自然下沉，身法左转，左手领手上蓬，右手顺势下沉，两手交叉相合于身前中线，左手立掌，右手上蓬，合右胯，后弧螺旋，重心左移，右手逆缠外蓬，摆右脚脚尖，重心移至右腿，螺旋领左膝，胯部外蓬打开，蹬右腿，重心左移，左手顺缠上领，右手顺缠下合，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左手上领，右手合于中线，合右胯，身法右转，右手合于左侧腋下，左手立于中线前方，掌心朝外，再移重心回到左腿，身法左转，收右步，虚步点地，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弹踢外摆，身法右转，转身，展手相合。好，小度立圆，放松下合，小度上领，领腕上蓬，小度右转，放松下沉，重心左移，合胯左螺旋，顺势移至右腿，左手上领，右手顺势下沉，两手相合，合右胯，重心回到左腿，顺势外蓬，摆右脚脚尖，螺旋领膝，胯部外蓬打开，当走后弧，左手上领，右手顺势下沉，身法左转，两手上下相合，再走后弧，重心右腿，身法右转，右手顺势藏于腋下，左手合于中线，再走后弧，重心左移，身法左转，螺旋逆缠外蓬左掌，顺势收右脚，右脚虚步点地，弹踢摆脚，转身斩手。同学们，新架一路的十字脚呢，它和老架一路的动作完整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高探马的转式转关去跟大家去强调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些不一样。你看，我们在领手外蓬形成高探马以后，变式十字手需要通过小度立圆的引带，才能去形成两手外蓬打开。不需要我们再像第一个高探马转换变式一样，再走一个完整的这种外蓬了，只需要我们把立圆走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去强调一下以前所学过的细节，在小度立圆的时候呢，和两手之间的关系，左手呢就是一直相合于小腹，小腹左转手左转，小腹上领手上领，小腹右转随着手腕螺旋上引变成右侧下沉。右手呢，它会比咱的小腹立圆慢一个拍子，所以当左转的时候，右手会先向下沉，然后小腹上领再往左领腕，小腹右旋再向上领腕，最后再慢慢下沉相合。我们这个地方的细节呢，就是当我们通过小腹立圆引出来以后，在重心右腿小腹右侧相合的时候，随身法的中线左转，左转的过程当中，咱们知道逢转必沉嘛，对不对？在逢转必沉螺旋向下的时候，以身体的左侧转动带动左手向外向上去合于左膝上方，右手呢随着身体的当胯下沉向下落右掌。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们常说的易错点。在右膝随身法左转的时候，很多同学右胯
没有通过螺旋下沉产生一个当胯的上下折叠，所以就会出现身法左转带着右膝，同时向你去拧膝对腿。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去把这个螺旋的动作给它拧在膝盖上。这个位置呢，立圆完结束之后，记着，臀部后坐，身法左转，随后两手再相合，重心还在右腿。那当我们合到左手边以后，大家注意看一看这个细节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两手相合于中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当胯折叠放松后坐，随后坐沉螺旋的时候，将重心沉在右腿上，右腿蹬地。随着当胯的向右后方往左产生螺旋的当胯后骨，来带动身法去右转。从侧面看一下，就是两手合住之后，右胯一相合，顺势松沉右胯，然后将当胯的螺旋带到左腿上。这个时候身体就有一个螺旋外蓬的一个运化。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易错点，就是两手一合住以后，身体是打直的，往上去蹬劲儿的，就会出现身体左倾一下，然后一提腿，直接没有什么了，没有后弧螺旋的外蓬的身法运动了。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把当胯压下来，沉住这个劲，感觉到这个力是通过左腿和右腿形成了那种一边松沉，推动我们的身体产生螺旋向外去进行摆掌，而不是直接这样一倒换，就直接这样很松垮的过来了。那到后边的这个细节呢，其实是同理。当我们往这儿转过来以后，注意看这个位置，我们的螺旋不能丢，这也是一个小细节。很多同学一到这儿手摆出去了，直接把右手往前一推，然后再转身去提左膝。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螺旋的这个劲力，或者是说动作的外形，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就断掉了啊？所以这个位置呢，当我们捧出来以后啊，当我们一转身以后，注意看啊，重心右腿在螺旋的过程当中推捧出去，螺旋领膝，向右的捧劲儿到这儿，身法的螺旋不要断，不要丢，到这儿起，看到吧？它是一个整体，合过来之后。坐胯摆脚上，捧劲儿和螺旋不要断掉，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不要直推，直推以后这个螺旋就丢了。然后再往下试，注意看这儿，你看同学们，我们把这个右胯一合，身法在右转的时候，左膝顺势上领，是不是通过我们右胯的相合，咱们说的中线的小螺旋产生的一个右转，对吧？当我们产生小螺旋右转以后，注意看这个位置。向下对拉开步的时候，螺旋不要丢，因为两手想要有一个上下对捧的这个劲儿，直接往前跨步，重心就摔到前面来了。用的是胯向外延展的方式。我们强调过很多次，手上产生的对拉或是外捧，那必须要和中线形成一个相合。所以身法的右转，左膝上领以后，右胯相合的同时，我们边下沉边继续向右产生螺旋。这个时候，你的两手才能会随着身法的中线的右转螺旋，将两手顺势给它放开。放开之后，左脚一落地，身法右转，左脚一落地，你这个时候的右胯也是合着的，左胯顺势弹成一个上下折叠的身法。两手呢正好捧在两膝的膝盖上方，这个时候就能很好的把我们的身法稳住。因为大家知道一个那种现象，就是有些同学一开步，他们哪怕重心在右腿，这个左脚落地是非常重的，感觉好像是一下栽到地里面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大整个腿和膝盖在脚挨地的一瞬间有一个向回顶膝的这种力量。我们呢就是要通过螺旋来把这个力轻轻的缓缓的给它慢慢的七分开三分铲，给它有点那种落地之后的那种轻柔的感觉，别让膝盖上顶回来这个劲儿，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同时你的动作也能体现出来那种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的转关变式部分。
那十字脚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重心转化以及结合两手运化的关系。所以这里呢，跟大家讲的稍微细一点。你看，当我们两手打开以后，重心是在右腿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右胯是微微相合的，左胯是上下折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先换重心，再去走螺旋。我们很多同学到这以后，喜欢先松一下右胯，再去走重心。你本身就是用螺旋的方式去开左步了，所以还用不用重复的再去松你的螺旋？如果还去重复松螺旋的话，证明我们在下沉的过程当中，你肯定发生顶膝的这个问题，因为胯螺旋不充分，那你的开步剩下的那种轻柔的铲出来的表现是做不到的，必须要通过螺旋来产生一个，这种将劲力慢慢延长的感觉，运劲如抽丝，是不是？所以身体转起来才行。那当我们摆好架势以后，这个右胯已经是合住的。左手跟右手分别合于两膝上方，这个时候只需要将劲力合在自己的蹬右腿以及咱的前腿，轻轻有一个向前引动你的这个动作上，蹬着右腿，重心左移，左腿不要去还走蹬劲儿，重心到位的时候，注意看后弧大螺旋，它会送着你的左手向左膝上方形成一个逆缠上。右手顺势放松下沉下合，这时候大螺旋是不是只是将我们的手一上一下推捧出去了，对吧？所以你做了一个左手上捧右手下合的动作，这是移动重心。好，大螺旋变完了，该走小螺旋了，对不对？所以再变换小螺旋，左肩向后，右肩向前，引动两手顺势往中线去相合。这时候小螺旋也做完了，两个手并没有完全合到还没有完全合到中线。随着我们重心在左腿，小螺旋也做到位了，一蹬左腿，两手在中线形成相合，大螺旋带动重心来到了右腿，再变换小螺旋，带动左手领腕上捧下沉，右手顺势藏于左侧腋下，两手是不是合在这边了？我们再蹬右腿走后弧。先进左肩，以身带手，左手变为逆缠外合，重心是不是倒了3次？再变化小螺旋，带动左手逆缠外合，是不是这样子就把手整个带过来？几次倒重心？看，一次大重心，一次小螺旋，又一次倒重心，又一次小螺旋，又一次倒重心，又一次小螺旋，是不是重心移了3次，小螺旋变换3次啊？所以我们很多同学之所以分不清重心的转化，绝大部分的这个错误都出在哪了？大小螺旋分不清，这都是基本功出了问题啊！大小螺旋分不清的时候，你的重心转化就不清晰嘛。一打开这儿不管怎么着，反正先拧过来，再拧过来，再拧过来，重心全都在膝盖上全都是拧来拧去的。所以身体的转动和重心的变化，它们两者之间是完全模糊到一起了。那么你的重心转换是不是就很莫名其妙？包括两手上的摆掌，包括相合的劲力，你都分不开。所以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清楚，大小螺旋的变化要弄得非常清晰才可以。当我们最后一下大螺旋、小螺旋到位了，左手是不是也捧出来了？右手还合于腋下，对吧？我们不要停，让小螺旋带动左手外摆的时候，顺势合右胯，轻轻一收步，身法是不是在右斜前方？对不？你的左手也捧出来了，右脚也虚步点地了，所以整个身体通过小螺旋再产生了一个相合，以腰腹为轴心，顺势带动右脚产生一个收步。这个时候腰腹也是合着的，裆胯也是合着的。那我们想一想，最大的问题到哪个问题了？老师，我踢不着手，我转不来身，我转完身以后站不稳。我们想一想，咱们以前直播的时候强调过什么？你站不稳是因为你一起腿，你的身体主动要往上去领，你一领根儿就往上拔了。所以说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想让站稳，在踢腿的一瞬间站稳，你得先把重心往下去压，别往上去抬，就是在踢右腿的一瞬间把裆胯往下往后坐往下往后坐，这个时候你的腿踢完不就站稳了，是不是？那第二个就是说，老师我踢不着腿，那我们看一看你最后的摆掌
身体朝向于哪？右斜前方45度。左手跟中线，左手会不会过了中线跑到身体的右边？也不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左手与中线是产生一个相合的，那你的右腿它会往哪个方向去起腿？它绝对是不可能往自己的右胯外侧去起腿，只会往你中线这个方向起腿。所以你把后坐下沉，身法不要往上起，再加上起腿往中线去走，你把这两个点合到一块儿，还是这样的动作，右斜前方45度，中线相合，屈膝松胯，来往上提膝，别往上起身，是不是踢响还站稳了？那很多同学，老师，那这不是翻胯转腰了吗？你弹踢完了再翻胯，而不是边弹踢边翻胯。你说太极拳传统武术里面很多的腿法，其实都不是让你打成竞技武术的这种外摆帘儿，它让你怎么样？弹踢扣腿，靠翻胯的螺旋的力量带动你去转，看到了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动作。它不是让你去靠这个甩腿的力量去转，为什么？因为你一甩腿，你的腿是不是很长，对吧？你一甩，这个惯性是不是变大？所以我们惯性越大的时候，你的离心力就越大，腿拽着你都往一边歪了，是吧？所以我们不用去把腿伸得很长，只需要扣一下，是不是转过来了？对不对？你扣一下，转过来以后身体就是稳的。但是如果你拍一下，是不是就想带着身体往一边去摔？那答案就出来了。大家之所以转身转不稳，一是腿没有及时产生一个相合，对不对？你产生相合了以后，你转身过来的时候，想震脚震脚，想领膝领膝，所以就看你的这个腿能不能收进来，能收进来，你就能完成下半个动作的一个接腿的一个变化。但如果腿收不进来就不行。那最后一个小点缀，你螺旋的时候要不要下沉？难道一螺旋也要顶起来吗？是不是不能顶？所以记住这个点，我们在螺旋转身的时候，高度不变，还是这个身高啊，还是这个身高。所以接完拍脚以后，直接进行斩首。那这个地方的斩首呢，是在心架当中是以握拳为主，类似于我们心架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海底翻花啊，左手向上勾拳，右手向下冲拳。当然，这个勾冲的时候呢，不是让大家往自己的面门上勾，而是一个由身体的胯外侧沿胯侧线打一个方向盘一样打过来，拳是一个弧线，由下向上向外啊，向外向上产生的一个上图。右手是由一个右侧的从左肩外侧领过来的什么？因为咱右手在左侧腋下嘛，顺着左肩领手腕向右向下的砸拳。所以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身法的折叠相合和中线的螺旋形成了一个什么？整劲儿啊，腰得转，胯得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立圆螺旋就可以了。所以整体的动作我们说了很多细节，大家在练的时候呢，把这些细节都给它注意到，这样子我们在做这个心架当中的十字手的时候，十字脚的时候，才能把动作的这些要领和细节分清楚，怎么去立圆，怎么去打脚，然后怎么能够击响，然后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转身。这是心架一路里的十字手、十字脚。